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蔓延超过47个国家，甚至有多个国家还出现了本土病例，有些地区甚至还爆发社区感染。耶诞节气氛浓厚，但 Omicron 变种病例数也不断攀升。为了防堵变种病毒，英国当局下令收紧入境措施，规定入境旅客出示阴性检测证明。As a result of this new data and the greater spread of Omicron across the globe, from 4 a.m. tomorrow, anyone travelling to the UK from countries that are not on the red list must also show proof of a negative PCR or lateral flow test. This applies to any vaccinated travellers, so whether you're vaccinated or unvaccinated, and anyone aged 12 and above. 有专家警告 ，Omicron 变异株疫情正在英国延烧，估计每3到4天感染病例翻倍，恐怕会让该国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纳米比亚总统戈根布6号表示，境内首度发现 Omicron 变异株确诊病例。然而，纳米比亚疫苗接种速率缓慢，由于国民对疫苗抱持怀疑态度，不愿接种，在纳米比亚人口中，只有超过1成完整接种疫苗，甚至传出有15万剂新冠疫苗面临过期销毁的命运。当局警告，境内确诊病例如果持续攀升，可能在节庆前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I've been there before and I like it, and it's also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hat were open for tourism in a proper way. 泰国11月起开放来自63个国家及地区完整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可以免隔离，但该国6号公布境内发现第1起感染 Omicron 变异株病例，是一名35岁男性美国公民，已经接种过胶生单剂型疫苗。此外，尼泊尔、俄罗斯6号也通报首度发现 Omicron 确诊病例。No, la verdad que me preocupa mucho porque, bueno, nada, ya vivimos el tema del COVID, que estar encerrados y todo, y la verdad que nada, se complica un montón toda esta situación. Pero bueno, esperemos que no sea como la que se fue, ¿no? 南美洲阿根廷也失守，当局5号宣布发现首例 Omicron 变种病毒确诊案例。该名38岁病患已完整接种疫苗，11月30号从南非返回阿根廷，从抵达开始一直处于隔离状态。寰宇新闻陈静综合报道。今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受到了疫情影响，改由线上转播。同时，诺贝尔奖的得主也在自己国家受奖，跟以往颁奖典礼的规模相比，缩小许多。驻瑞典意大利大使比约克伦德将诺贝尔奖颁给了意大利物理学家帕里西，全场掌声四起，台下记者争先恐后拍下这荣耀的时刻。Io vorrei innanzitutto ringraziare l'Accademia svedese per questo premio che non solo mi mette assieme a tanti famosissimi fisici di cui alcuni dei quali sono o erano stati miei amici, ma anche per avermi messo in una compagnia prestigiosissima quest'anno con questi 2 grandissimi scienziati fisici e climatologi che hanno per primi messo sull'avviso l'umanità del grande pericolo che correva sul cambiamento climatico in maniera scientifica e rigorosa. 诺贝尔奖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取消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现场的颁奖典礼，改由线上转播。而各地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也陆续举行，除了物理学奖得主之一帕里西在罗马领奖，另一名物理学奖得主真锅淑郎，还有化学奖得主麦克米伦以及经济学奖得主安格里斯特，则是在美国华盛顿领取奖章和证书。而10号适逢诺贝尔奖创办人瑞典学家诺贝尔逝世周年纪念日，当天瑞典皇室将会参与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纪念仪式。此外，当天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单独颁发。而获奖的菲律宾媒体人瑞萨和俄罗斯独立报《新报》的总编辑穆拉托夫都将亲自前往领奖。寰宇新闻谭格尼综合报道。南韩科技巨头三星电子发生了高层人事大地震。三星电子7号宣布，负责半导体、消费电子以及行动通讯等3大部门的代表理事
全部换人，并且整并成为2个部门。而这一次的人事调整也被视为是副会长李在镕打造的新三星。7号，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发布声明，宣布将会合并行动通讯以及消费性电子产品部门，也使得原本的半导体、消费电子和行动通讯等3大事业群，将会简化为消费电子与半导体等2大事业。与此同时，三星也公布了9名的高层人事案，其中3名共同执行长全数遭到撤换。这也是2017年10月以来，三星电子睽违了4年所宣布的大动作人事更动。而韩国媒体更分析，三星之所以合并消费电子与行动通讯部门，是为了激发部门间更大的合作效益。目前三星专注在半导体、人工智慧 AI、机器人还有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发展，并且计划在未来3年之内投资2060亿美元。而外界认为，这一次的组织变革与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之前所提的内部更新相关，希望能够尽早培育年轻的经营班底。寰宇新闻谭根宁综合报道。来关心全球的疫情，截至台湾时间7日中午，全球累计确诊超过了2亿6600万例，病末数呢超过了527万例。变种病毒来势汹汹，全球已经有49个国家都出现了 Omicron 病例。欧洲新增的确诊病例呢，虽然是稍微缓和，但是各国还是不敢大意。法国宣布全国夜店从本周末起关闭4个星期，而西班牙国内则是爆发了近70名医护的耶诞派对群聚感染事件。寰宇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首先看到国内没有本土感染病例和死亡个案，新增21例皆为境外移入。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疫情。美国激增88000多例，卫生官员5号表示，50个州当中已经有17州遭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入侵。当地时间6号0时起，所有飞往美国班机的旅客，不论国籍或接种疫苗与否，都要出示1天内的阴性检测证明。英国通报51000多例，其中有90例是 Omicron 确诊病例。卫生大臣亚维德证实，境内多处发生 Omicron 社区感染。当局目前正在招募1万多名疫苗施打人员，也将在英格兰部署350名军人、苏格兰100名军人来协助疫苗接种。法国新增11000多例，比前一天大幅减少3万多例。不过，总理斯特克斯6号表示，第5波疫情持续升温，病例数激增，导致医院承受沉重压力，宣布全国夜店从本周末起关闭4周。德国新增39000多例，准总理肖兹宣布将由临床传染病学家劳德巴赫出任卫生部长一职。劳德巴赫则表示将加强德国卫生系统，并对克服新冠疫情表示乐观。西班牙数据未更新，停留在4号的13000多例。卫生当局表示，有68名医院医护人员参加完100人耶诞派对后集体确诊，他们在参加派对前都已接种第3针疫苗追加剂。当局正尝试追溯源头。日本新增60例，疫情降温。参众两院共计100名左右的跨党派国会议员7号上午参拜了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这是自2019年疫情爆发后2年来首次进行集体参拜。越南再增14000多例，胡志明市劳动局官员坦承，工人返乡躲避疫情，导致当地企业缺工，劳动力缺口超过6万人，集中在鞋类、纺织等行业，企业甚至加薪10%也难招工。南韩再增4900多例，更一口气增加12名 Omicron 变异株确诊者，目前已累计36例相关个案。当局下令，出入大众场所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筛检阴性报告。印度新增6800多例，是558天以来的新低。不过，随着马哈拉舍特拉省、拉贾斯坦省及德里陆续出现变种新病例，全国的 Omicron 病例数缓步上升，总计已达21例。马来西亚再增4262例。截至6号，该国青少年疫苗施打率已达86.6%，成年人施打率也已超过97%。当局决定捐赠孟加拉55.9万剂 AZ 疫苗，辽国28.3万剂，
确保有需要的国家能够平等获得新冠疫苗。印尼新增130例，总统佐科威6号表示，该国是世界上成功将疫情控制在1级的5个国家之一。境内针对爪哇岛和巴厘岛的限制社会活动措施将于12月13号结束，至于其他地区限制则延长至23号。中国新增94例，本土病例有60例，当中有55例都出现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美国被视为是全球最浪费的国度之一，占全球4%人口的美国人和企业是全球主要的垃圾制造者，光是1年生产的垃圾量就高占全球的12%。但是现在垃圾却成为了崛起的新商机，有民间垃圾场就靠着回收贵金属，每年创造了700多万的美元收入，甚至还能够转化为新的能源。You smell the trash and I smell money. 美国是全球主要的垃圾制造者，现在渴望扭转污名。It's a profitable industry. It's a difficult industry, but it is profitable if it's done right. And I think that is why there are so many private compan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waste management. 专家指出，美国占全球人口不到1%，人均产生了垃圾量平均是全球的3倍多。难解的垃圾危机在业者眼中却成为新商机。境内垃圾处理法规日益严格，也让废弃物越来越值钱。In 2020, municipal solid waste landfills had an average tipping of $53.72 per ton. That translates to roughly $1.4 million a year in approximate average gross revenue for small landfills and $43.5 million a year for large landfills, just from gate fees. 收取小费也相当可观，各州按照掩埋场位置不同，门槛不同。美国中南部每吨垃圾$30起跳，东北部最高可达$90。但要打造垃圾掩埋场，势必超过100亿美元的烧钱投资，因此民间垃圾场逐步取代公家持有。In 1988, about 7,900 landfills were publicly owned. By 2009, that number had fallen to about 1,900. It's now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all municipal solid waste landfills are privately owned, with the industry controlling 85 to 90% of permitted capacity. 垃圾掩埋场走向私有化，除了收取小费，甚至还能从垃圾中炼金。A private scrap metal company contracted with a nonprofit landfill in southern Maine to mine precious metals. In 4 years, they recovered over 37,000 tons of metal worth $7.42 million. 不仅如此，垃圾产生的甲烷气体甚至能够转化为能源。美国能源署就估算，每年至少能为80万户家庭供电供暖。专家指出，若能够将垃圾视为资源，在全球能源浩劫下，渴望带来希望曙光。华语新闻严欣怡综合报道。美国决定要以外交手段来抵制北京冬奥，这会不会对国际社会产生骨牌效应？而美中竞争的格局似乎没有改变，国际社会有可能因此进入冷战2.0吗？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寰宇快评。在美国当地时间12月6号，美国白宫的秘书 Jen Psaki 在宣布说，美国政府将不会派遣任何官员参加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就基本上是即日起就对北京冬季奥运实施所谓的外交抵制。那对这件事来说，国际奥委会 IOC 就表示说，他尊重美国的决定。那这一个很大的部分，主要是针对上个月拜登在他的公开发言里面去谈到，中国在新疆以及香港地区所产生的这些人权破坏的问题，美国作为民主世界的一个领导者，必须有所应对。那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或者是很单纯的一个抵制运动会的事件，但当然你也不能说它完全的抵制，因为它并没有去禁止他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去参加北京冬奥，这2022年的北京冬奥。但是就其结果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可以预期到它可能会产生有以下第一个这样的效应。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骨牌效应，因为在1980年的时候，美国有第一次因为俄罗斯也就是当时的苏俄侵入阿富汗，所以美国抵制了那一年的奥运。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有50个国家也同时间响应美国的抵制。那这一次美国站出来去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
接下来他就是去观察说，到底会有多少国家也会站出来去抵制这次的奥运，这次的冬奥。这一件事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看说美国要做这件事情，或他做这件事背后的目的，其实不单只是为了人权做发声啊。因为当然以美国作为所谓的一个民主人权的一个提倡者来说，他当然在现在的国际舆论圈上面会用这样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大家的挞伐，所以透过这样官方的一个抵制行为，某种程度也是再度的去宣扬说他在民主与人权上面所站立的一个立场到底是什么。但他最重要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要去看说，现阶段来讲，在美中强烈的一个竞争环境之下，到底对于这些欧盟的国家，或者是对于一些美国不能算是完全的美国的盟友，但是却好像在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霸权争夺里面摇摇摆摆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如果我们今天要是在一个所谓的军事或者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冲突上面，要这些国家选边站，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就真的去选一个边，因为毕竟大多数的国家跟中国都有某种程度的经贸往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是以一个人权为出发点去杯葛或者去抵制所谓的北京主办的这个冬季奥运，那在这样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影响国家利益的一个条件之下，到底这些国家，这些比较摇摆的国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他们的态度？他们是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以不派遣官员参加为方式来抵制这个2022的北京冬奥呢，还是说他们会默不吭声？所以美国其实丢出这个球，某种程度也是要去观察说，在这些摇摆不定的国家里面，特别是所谓的这些很多的欧盟国家，他们最后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至少在这种相对来说无伤大雅的一个事件来说，他们有没有可能会跟美国？因为毕竟他们价值观理论上是一样的，那他们会不会为了他的价值观而站出来去讲话，站出来去行为？这个时候就是美国要观察的重点了。那除了去观察这些国家以外，那还有一些其他，甚至是美国的盟友，像是南韩大家在经济上面跟中国之间的结合相对来说比较紧密。那南韩到底作为一个美国实质上的盟友，他的态度会是什么，也是美国要观察的一个核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现阶段来讲，你说我们在国际关系圈里面，或者在所谓外交政策圈里面，常常会听到说，美中之间好像要进行所谓的冷战 2.0。那冷战 2.0 跟过去不一样嘛，在1948年的时候，美国跟苏俄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样的经贸往来，所以两个国家基本上他们的利益是没有交割的，在没有交割的条件之下，那他们要进行一个冷战，就一瞬间在19年爆发之后就马上开始了。但是在现在全球化的当下，不管是你谈2010年或者是2020年代这个时间点，美国跟中国之间他要进行冷战，他也不可能马上直接开始，那他一定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把两边之间的利益先慢慢的拉开，或者是透过像是杯葛北京的冬奥的方式来给中国施加压力。毕竟他必须要去确保中国未来的走向到底是什么。那对于台湾国内来说，其实很多人都在之前前几个礼拜看到拜习会产生之后，大家都说那是不是拜登他的政策要从相对来说比较轻之前的川普那种抗中的一个政策，转变成好像比较亲中的一个政策。那事实上就其结果来说，也没有嘛，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事实上在大多数不管是人权议题，或者是在国际舆论圈上面对中国的一个接纳是没有减少的。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其实我们去看待拜习会的时候，应该把拜习会想成是一个这个单纯只是在外交场合里面，他们不希望误判对方的意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是不是美国跟中国之间所谓的一个强烈竞争的这个概念就消失了？事实上没有，毕竟这是一个霸权争夺的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任何一方面失落的话，甚至是不去更强制的去抵制中国，某种程度对于美国未来是否能去维持它的霸权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鲍达明6号宣布将在年底离职。鲍达明曾经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表示他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终于的成功把扣押在中国的2名加拿大人士给拯救出来。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包达明在多伦多星报6日刊出的专访中坦言，他2019年9月接受任命时收到的核心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将在今年年底辞任。包达明所指的核心任务，就是让受到中国扣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以及加国商人史佩佛获得释放，并与中国重新建立沟通管道。康明凯与史佩佛在2018年12月，加拿大根据美国的引渡拘捕令逮捕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之后，双双遭到中共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外界普遍认为他们遭到扣押是中国的报复手段。包达明在专访中描述他致力协助2名加拿大公民获释的过程，而随着加拿大在今年9月24日释放孟晚舟，遭中国拘留3年的2人也重获自由。包达明准备功成身退，并表示他相信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对家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期待继任者进一步发展2国关系，同时继续坚定地支持人权和法治。日本丰田汽车6号宣布了，将斥资13亿美元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新建电动车的电池厂，并且预计在2025年开始制造锂电池。最新消息传出，丰田汽车将在美国设立新电池厂，希望能够为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提供足够的锂电池。丰田汽车表示，公司预计新工厂将完全采用绿色能源来生产电池。美国媒体报道，北卡罗来纳州和当地政府向丰田汽车承诺总额达4亿美元以上的补贴，来吸引丰田建厂。预计2025年启用，并计划未来将产量扩大，提供每年至少120万辆电动车使用。另外，有消息指出，丰田汽车特定把新电池厂厂址设在离自家车厂较近的地方，是为了降低成本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丰田宣布新建电池厂，消息一出，对所在地美国北卡州格林斯伯勒的经济带来曙光，因为当地仰赖纺织业，在20世纪末萎缩后，一直在寻找可代替的重要产业。丰田这次建厂，渴望为当地带来至少1000个就业机会。另外，丰田也表示，对新电池厂的投资将持续到2031年。寰宇新闻综合报道。印度总理莫迪6号晚间跟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了高峰会，双方重申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签署了28项合约以及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丁6日下午抵达新德里，就随即跟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第21届印度俄罗斯峰会。当天晚间9点30左右就离境。这次的旋风式访问，双方都一再强调2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显然不希望因为华府今年意图亲近印度对抗中国，而让印俄关系降温。भारत और रूस के संबंधों की रफ्तार में कोई बदलाव नहीं आया है। हमारी स्पेशल एंड प्रिविलेज स्ट्रेटेजिक पार्टनरशिप निरंतर मजबूत होती गई है。普丁与莫迪在会中见证28项官方及民间协议和备忘录的签署，其中一项协定是俄国即将授权印度生产超过60万支 AK-203 突击步枪，合约金额高达500亿卢币，约台币187亿元。其他协议与备忘录则涵盖贸易、能源、科技、智慧财产权、太空、地质探勘、文化交流及教育等议题。印度外交部表示，这反映出2国关系的多元样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曾经要求在他的演说中呢要加入有关台湾的字句，但是最后没有被采纳。不过，台湾与日本的执政党最快在本月就会举行今年第2场2+2视讯会谈，会把重点放在经济安全议题。岸田文雄6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强调要克服疫情、重振经济。但尽管演说字数多达8900字，是自民党2012年重返执政后最长的演说，里头却对台湾只字未提。
根据日媒报道，其实在拟定这段施政演说时，首相官邸与防卫省在台湾议题上展开了攻防。针对日益紧迫的东亚局势，据传防卫大臣岸信夫要求在演说中加入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无法分开考量这句话，但首相官邸方面态度却始终保守。官邸相关人士解释，过去的施政演说也从来没有提过台湾。不过提到外交政策，岸田表示，为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着想，将展开坚定的外交。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台湾与日本执政党最快将在12月内以视讯方式召开外交经济安全2+2会谈，就经济安全和台湾申请加入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的台日合作，以及新冠病毒防疫对策等议题进行讨论。欢迎新闻刘敏轩综合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步步进逼，部署17万大军，传出随时入侵乌克兰。而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丁8号将展开视讯峰会，双方势必在乌克兰问题上再度交锋。华府指出，拜登将会正告普丁，一旦俄罗斯出兵，势必面临严重的经济苦果。拜登和普丁拜普视讯峰会将登场，拜登已经率先表示会在乌克兰议题展现强势。From invading Ukraine, the AP is reporting that they're expected to potentially invade in 2022. We're aware of Russia's actions for a long time, and my expectation is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discussion with peace. 华府官员指出，拜登在拜普会前夕已经先和欧盟磋商，展现欧美团结齐心。而会议上，拜登也会清楚表明，将会正告普丁，一旦俄罗斯出兵入侵乌克兰，势必会面临严重的经济代价。美国将会联合欧洲，共同做出强而有力的回击。不过，华府也有其他选项，若是俄罗斯愿意根据明斯克协议，也就是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遵循停战协议。也能让一切透过外交途径重返谈判桌。Свобода для нас це найбільша цінність, яка, я впевнений, не має обмежень. Це символ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但根据美国情报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从原先的7万多人一口气暴增到17万人，准备随时入侵乌克兰。而之所以军力进逼，目标是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避免北约势力往东扩张。而分析认为，双方会谈恐怕难有重大进展，能否为区域局势有效降温，也将成为关注焦点。再来看到，因为跟台湾越走越近的立陶宛，却是被中国强力施压。传出北京呢在清关名单中删除了立陶宛，导致货品呢遭到退运下架。立陶宛的外长对此致函给欧盟官员，称中国正在施压史无前例的经济压力，希望欧盟能够介入。立陶宛6号向欧盟求助，中国祭出经济施压，几乎难以承受。美国权威政治新闻网政客报道，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6号致函立陶宛的欧盟贸易官员，指控北京正在以前所未見的高強度經濟施壓，讓立陶宛難以接受。I think in short term, it's painful for any country. When your contracts are cut, it could be a small contract of €1 million, where you were supposed to sell your ketchup, and it's suddenly stuck on the border or in the customs somewhere in the port in China. And even though the sum is not large, but people feel the pain. 先前传出北京在清关名单中删除立陶宛，他也亲自证实，立陶宛商品目前已经完全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他强调，面对出于政治动机的胁迫，尽管中国占立陶宛出口总额约1%，但他呼吁欧盟不仅要尽快介入，同时应该采取强烈行动。事实上，欧盟近来对中国展现强硬态度，像是针对中国侵犯人权，就延长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分析指出，是想证明习近平认为欧盟会向北京低头，实际上是误判，不仅是对西方国家抱持幻想。专家也指，欧盟虽然愿意和中国对话，但必要时也会强硬划下界限。
美国白宫也宣布，美国政府将以外交抵制2022在北京举行的冬奥和帕奥，要对中国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展开强硬施压。对此，国际奥委会则是以尊重回应美国政府。拜登政府正式宣布，官方代表不出席北京冬奥和帕奥。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send any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to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 Games, given the PRC's ongoing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nd other human rights abuses. 白宫特别引述拜登要告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人权挺身而出是美国人的 DNA， 而促进人权也是美国的基本承诺，还称美国会坚定立场，持续采取行动，促进中国等人权。不过就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再度酸言，对北京冬奥外交杯葛是出于政治算计，强调北京并不在意。北京冬奥会的主角是各国运动员，而不是个别政客。那些叫嚷抵制的政客，为了政治私利作秀炒作，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对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北京冬奥让美中再度叫板，夹在中间的国际奥委会回应，个别政府官员和外交官是否到场全属政治决定，而国际奥委会基于政治中立的态度完全予以尊重，对国际外交抵制声浪、不愿淌浑水的态度十分明确。来关心疫情相关讯息，台中市清水区传出有5名外籍船员确诊，吓坏了附近居民。今天台中市卫生局再次采检送验，复验结果出炉了，4位船员由阳转阴，还有1位维持阳性确诊 ，CT 值33。指挥中心研判应该是旧案，社区传染几率不高。化学兵手拿消毒管在台中清水社区仔细清修。前一晚民众被救护车吵醒，探头一看，发现负压车停在门口，也全都吓坏了。会担心扩散啊，会影响到，会传染到啊。烦恼啊。哪讲？这个会丢啊。有642户，对，然后入住率差不多有70%，那有200多户就是已经出租给外商，它都是外籍客，对啊，所以就是蛮多境外移入的。7号公布21例境外移入，其中5例就是来自台中清水这个社区。这5位孟加拉籍船员持有3天内阴性报告，从新加坡来台，分别在10月29日还有11月18日入境，隔离检疫14天后筛检阴性就入住公司安排的台中清水社区，进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没想到却在出海工作前，依照公司规定筛检，在12月6日验出 PCR 阳性确诊。重新采检，然后重新送验，它5个里面有4个是阴性的，1个是阳性。那阳性的话，它的 CT 值是33，它这个慢性抗体呢都是阳性的，过去可能打过疫苗。第2个呢，它可能过去感染过。检测结果时阴时阳，台中市卫生局不敢大意，赶紧疫调，发现有阳转阴的4位船员在12月3日和5日分别有到全联无期文化店还有清水别缝店购物，门市也紧急闭门清消。至于7日检测仍然是阳性的确诊者，则是没有出门。也检验有这个抗体的一个产生，所以目前研判应该是属于一个旧案的情形较高，偶尔都会看到有一些这种阴转阳阴阴阳阳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部分后续会再针对他们的一些病毒量的变化再来做追踪。不过目前针对这个个案来讲，应该对社区的威胁还是评估是相当的低。虽然病毒基因定序还没出炉，但确诊阳性的船员 CT 值33，传染力低，呼吁民众不用太过担心。环宇新闻侯世成、张家宝、白云飞台中报道。而台湾今天一口气是暴增了21例境外移入个案，创下今年以来的单日新高。不过本土病例已经超过30天都是零确诊。指挥官陈时中说，本土已经2个潜伏期以上没有新增个案，可以说是再度清零。境外移入21例是我们本年的一个最高。
境外移入个案创下今年度新高，变异株肆虐，境外威胁让人捏把冷汗。偏偏国内仍有高达500万人连第一剂疫苗都还没打，眼看春节返乡潮将至，这病毒挡得住吗？是500万不过这边大概是有200万人是不在我们的就等于是12岁以下12岁以下是没有办法打的。我们在这边的话，有很多的是不在籍的。这2天吹下去，75岁以上的还是有一点进展啊。疫苗随到随打，还送好礼，催种策略奏效。根据指挥中心统计，75岁以上不打苗铁板族第一剂疫苗涵盖率，从11月22号的72.6%一路攀升到11月29号的72.8%，截至12月7号已经来到73.7%，第二剂涵盖率也从65.1%上升到66.9%。好事成双，本土从11月6号开始，至今维持0确诊，已经超过1个月。那这样算是清零了吗？可以这样子讲在算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来讲呢，应该是这样子至少有2个循环以上。现在目前看起来，我们的清零的效果是还不错。陈时中松口，台湾再次清零，国内疫情稳定，但仍面临境外移入以及变异株2大威胁。严守边境之余，疫苗接种也要继续拼打气。华语新闻李文玉、黄佩涵台报道。好，努力催打气，新北市的瑞典家具卖场今天也加入了打疫苗的行列，才1个多小时，现场就挤满人。而夸张的是，台北车站已经连续2天人潮挤爆，连指挥官陈时中都亲自来视察，还指示说要再加派人力。北车大厅广场挤得满满都是人，长长的排队人龙不是为了春节返乡买车票，而是要打疫苗。从2点半、3点半，1个小时，可能还要1个小时，应该早一点就这样子。2个钟头了，有一些老人都站不稳，站到腿酸就为了挨针。自从指挥中心开放北车接种站，北车人潮天天炸裂，就算动线分流还是塞爆。但仔细看3个接种点人潮不同，这一头坐满满，另一头椅子全空。指挥官陈时中来视察后，发现问题出在这个就显然比较慢一点吧，那就会去化比较慢，大家就会等这么多。其实这里面看起来就是移工也蛮多的。那跟以前移工的施打的处所的可进性不足，那还有他不敢去或等等的。之前要先上网预约，还得按照指定时间地点，现在随排随打，大大提升施打意愿。连2天赶进度，北车已经打完2800剂，其后又再冲刺3500剂。而另一边，新北瑞典家居卖场疫苗也开打。今天是来逛店还是来打疫苗的呢？坐手扶梯直上3楼，按指示排队填资料就能接种。打完去一旁儿童游戏区留观，能领到卖场限定口罩和价值100元奖品。虽然动线稍显狭窄，但现场秩序还不错。打第一剂，因为太多人打，所以想说等到人比较少再打会比较方便，比较快。打疫苗兼逛街，我们准备了200剂过来，不过现在呢已经再追加到300。我相信只要有人愿意在这个时间点来，我们就会陆续把疫苗运到这边来。配合政府防疫，卖场脑筋动得快，前120人加送热狗堡套餐券，打完疫苗能去楼下吃美食，也能上楼 shopping， 冲疫苗打气，同时也冲卖场业绩。华语新闻郭思文、林佳倩，台北新北报道。卫福部又传出绯闻，这一次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璋被拍到和年轻女性十指紧扣散步。消息曝光之后，李伯璋今天出席记者会前回忆说，对方是自己的干女儿啦，各方面都相当优秀。不过他也坦诚，遇到优秀的人会有感觉。根据了解，绯闻女主角在中研院任职，本人也回应是媒体过度解读，对当事人已经造成伤害。冷冷的天，夜色中牵手散步，相当浪漫。但照片男主角来头可不小，正是67岁的卫福部健保署长李伯璋。但身边看屌屌的女性，却不是李太太。卫福部健保署长李伯璋被爆料和年轻女子在这里单独共进晚餐，2人吃饱饭之后是手拉着手，一路从这间餐厅散步到附近的公园。但是面对绯闻事件呢，李伯璋则是回应了，只是干女儿。这不是什么十指紧扣，其实说实在的，那个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样。我想这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含义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美感呐。
所以跟对方家长也是蛮熟的吗？对，应该算是蛮熟的啦。3句不离，干女儿相当优秀，学问好，人品好，做人做事也很好，开口闭口全是称赞。据了解，该名女子任职于中研院。对于整起事件，她仅以简讯回应是媒体过度解读，自己也是早上才看到新闻，更表示署长是家人认识的长辈，也是我敬重的长者。大家讲认识那个一个优秀的人的时候，一定心里会觉得感觉不太一样啊。这个我是觉得也没什么，就是本来就是会有感觉啊。我的个性我不会逃避问题的啦，因为本来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担当嘛。坦言对干女儿有感觉，但到底是哪种感觉，恐怕得先跟不知情的太太交代清楚。当然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我又不是怎么样问那个，因为每一个人一定有每一个人的一个私生活。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一定会被你们报道的，一定很难过啦。那可变成说我反过我要去解释哈。频频登上社会版面哈，这也是对本部哈也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我想，但是也不用过度的渲染这样的事情。那本部还是以公务为主哈为重。卫福部长陈时中罕见说重话，毕竟继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遭曝不伦恋，引发轩然大波之后，李伯璋也深陷桃色绯闻，炸弹拆不完，确实让部长伤透脑筋。欢迎收看李文月、黄佩涵台北报道。再来看到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遭到林炳书施暴事件，从被周刊爆料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是新闻焦点，讨论度非常的高，甚至还牵扯出更多的隐藏在台面下的内幕，风头是完全盖过即将到来的4大公投案。这种情况是好是坏，会不会产生影响呢？请芷玉带我们来了解。高嘉瑜遭到男友的施暴案，真的是让许多民众都非常的愤慨，尤其是被施暴的市政英党不断的被爆出，甚至其中牵扯到了网军、党政高层以及商界大佬，让整个声量是爆冲哦。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从10月30号周刊爆料的当天呢，即使高嘉瑜一整天都没有现身，但整起的暴力事件震惊台湾各界，加上平常高嘉瑜良好的形象以及立委的身份，让网络声量一天内飙升逼近了10万笔，这时候公投的声量却只有5万多笔。隔一天12月1号，高嘉瑜召开记者会，更把整件事情带上了最高峰，有15万4千多笔的讨论。接着几天，虽然声量开始往下降，但其实呢是不断牵扯到越来越多的党政人士、商界大佬，甚至是网军争议，以及高嘉瑜的前男友上节目，还有召开记者会，因此整体的热议度其实还是很高的。那我回过头来看，公投的声量真的是差了一大截。12月2号也是第4轮的公投正反方意见发表会，讨论度只有是5万多笔。直到呢12月5号礼拜天，蔡英文、苏贞昌出席了台北场次的宣讲活动，那朱立伦呢是南下高雄拼4个同意，蓝绿双方一南一北的互战，当天的公投网络声量才稍微和高嘉瑜事件拉平，但整体来看，这一周高嘉瑜的事件呢，网络热议程度还是完全碾压公投的声量。加总起来，暴力事件在这一个礼拜的讨论度是高达了53万多笔。那4大公投虽然绿营方面出动了府院党大动员的宣讲，蓝军视野全台走透透开讲，但声量仅只有28万近29万笔，依旧差了施暴事件的一大截。那面对呢即将到来的1218公投日，蔡英文准备将高度拉到台湾队长的层级，主打公投对两岸外交的影响，更会到南部来做宣讲。那国民党这里除了蚂蚁雄兵计划，也预计要和民团合作，在总统府的周边举办秋斗造势活动。国民党县市首长也会透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公投的支持，蓝绿力拼要激出更多的声量和讨论，在最后的关头全力冲刺，催出更多人出来投票。不少民众想要趁农历年前除旧布新进行室内装修，但现在原物料价格一路飙涨，营建装修都要用到的材料全部都变贵了。有装修业者就说了，用同样建材，去年报价100万元，现在可能要到130到140万元才能回本。带起绿色围篱，装上铝制窗户，想趁着农历年前重新翻修，好好装潢，荷包恐怕也要够深。比较常见的状况可能是，假设他规划半年，可是中间你报价已经出去了，可是他中间已经规划了大概
已经涨2、3波去了，你这个时候跟客户说，哎，我现在要涨个1成，其实或者是物价有涨，你要跟他不管加多少钱，其实客户其实很难接受了。业者百般无奈不是没原因，疫情缓解加上原物料价格受到通膨压力推升，工人要求调涨薪资，工料双涨的状况下，装潢费用也一路飙升。以以前的价格来讲，现在买一支等于是以前的买2支价，厂商也不卖我们很多，顶多就是最多一个人买2箱了。一场做起来的话，可以赚个2成，算很好了。对，因为真的是跟以前差太多了。水电材料从去年1捆600元到900元，今年喊价1600元，涨幅2倍起跳。矽利康一支从66块也翻倍涨，现在要价近150元。木材也涨了30%，系统柜更是涨了50%，所有建材平均涨幅贵了约20%到50%。它涨幅超恐怖的，上有原料缺乏，因为我们的原料大部分都要靠国外订进来，就算国外真的原料有进来了，它这个也降不下来，降应该也会掉个10块、20块而已啊，它不可能再掉回原本60、70块。同样的建材跟去年相比，价格已经翻2番。装潢业者也说，去年报价100万，现在没有135到140万，恐怕连成本都赚不回。欢迎新闻林维凯、刘佩婷高雄报道。再来看到两岸企业家峰会，今天在台北、南京两地以视讯连线方式召开。不过，这场号称两岸最高层级的企业界盛事，在大陆国台办重罚远东、杀鸡儆猴，下令台商不准吃饭砸锅后，不但规模层级缩水，出席的台商态度也转为低调。要演讲，都准备演讲稿，再谢谢。敏感时刻低调不受访，两岸企业家峰会在南京、台北两地视讯连线登场。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年身份不同，担任台方副理事长。尤其峰会前2周，大陆国台办才重罚远东20亿，杀鸡儆猴，要台商不准吃饭砸锅。两岸目前来往均要求长时间的隔离防疫，疫情深刻的影响两岸关系的密切经贸合作。台上发言小心翼翼，只谈经贸必谈政治，恐怕也是底下台商没能说出口的共识。而这场年度两岸企业界的大事，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就算人没到，也不忘写信要求企业和台独划清界限。两岸气氛越来越紧绷，夹在中间的台商立场越来越难为。以经济立场来看，我们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是40%，对美国的出口是不到15%，所以我们希望在亲美的状态下，应该要和中，不要仇中。这个两岸的政府他们自己也都讲得很清楚了，当事人也做了说明嘛，哈，我想应该还好吧，应该还好。所以两岸本身的交易、经济、产业的这个互动，其实并没有受到任何一个影响。人保集团董事长许胜雄话说的婉转，强调台商在大陆投资、代工厂营运，还有产业链布局都没有受影响，企图缓和两岸紧张氛围。但放眼望去，这场年度两岸最高层级企业盛事，远东集团直接被缺席，而其他工商大佬也一律不碰政治，企业界的寒蝉效应恐怕已经逐渐发酵。华语新闻综合报道。而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在事发之后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下午他在出席其他论坛活动时就自嘲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媒体一直追着他，但还是必谈中国问题。也搞不懂为什么特别忙，记者一天到晚追着我。I don't know why。自嘲成为媒体焦点，远东集团在中国遭开罚后，董事长徐旭东就对此事没发声。然而7号的两岸企业家峰会甚至被缺席。学长现在中国在台上台商要跟着台独划起的风向怎么看？工作人员团团包围，徐旭东依然保持沉默。不过远东集团不会是最后一个被中国开刀的对象，台湾政坛有不同看法。他投书联合报说要反对台独，是不是对大陆输诚或者是投降？我想知道不一定，我觉得这也是很正确的态度嘛，因为我们的宪法也不允许台独啊。如果你今天把它变成是一个政治议题，好，那这个其实整个国际会看到，
你这个国家你怎么对待企业在那边的经营？我想这个国际上会有公平啦。台湾是一个非常透明、非常法治的国家，我们非常欢迎企业回来台湾投资。台湾政府挺自己人，不过面对两岸的敏感问题，企业家们都不想沾上边。我对于这个事情不了解哈，我实在没办法 comment 这件事情。我们早就分散了，我们在墨西哥。在台湾也回台湾了，所以中国的议题对我一直都不是太大的影响。台湾企业界发言超谨慎，就怕多说一句话又成为中国开罚的对象。中国对台上的限制恐怕只会越来越多。寰宇新闻柯冠成、惠宏瑜、李鼎强台北采访报道。我们就来进一步探讨，中国重罚远东集团已经对台商产生寒蝉效应了吗？一年一度的两岸企业家峰会上，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呼吁要和中不要仇中。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对于两岸议题是低调，不愿意多谈。台商几乎是全面避谈政治，是怕踩雷吗？未来台商在发表言论前，是不是都要先自我审查呢？带您来看我们这么说 News Talk。中国对远东做出裁罚之后，我相信多数的台商呢都会感到担心害怕，因为所有的工厂、所有的机具都是在中国，要搬也搬不走。等于被人家掐住了命脉，所以对台商当然会有警惕的作用。所以像今天呢，很多的台商呢讲要和中，不要仇中，连徐旭东都会被这个查水表了，那么台商一定都会噤若寒蝉啊。它是一个指标性的这个台商企业，对中国投资呢，跟创造当地的就业率跟 GDP 的成长是有贡献的。如果连徐旭东政治现金涉及呢，有捐献给所谓民进党的，或是呢非国民党的，都要面对这样的对待的话，那其他台上在旁边呢，一定会呢噤若寒蝉，或是会有同理心，也就是必须要造成呢政治上的立场上的自我审查。所以包括这个郭台铭，甚至包括林柏峰，其实我想他们为了迎合目前自己身处一个事业体蛮多都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台商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得不。然后也必须在这个时候适度的对中国表态，因为如果不表态的话，那可能会是第二个、第三个远东集团。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确实是有一些寒蝉效应。那当然也是他们也不得不，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的。然后企业布局在两岸的，其实这些企业家都非常的难为，甚至都选择说最好是晋升。不要做任何表态是最好的。很明显的就是在威胁台商，对台湾的选举、台湾的政治不要表态，但不要表态的同时，就等于是要听中国共产党的。我相信台商在中国做生意都有他的压力，因为毕竟人跟所有的生产机具都在中国，如果不听话的话，给你查税，给你罚款，对台商来讲都是很严重的负担。当然，对很多企业来说，尤其是他们跨足两岸，所以当然希望说，这个两岸台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情势可以和缓。企业界，你说没有蓝绿，那也是不可能的嘛。你说企业界他两边都押宝了，但是呢，像徐旭东这样子，还是会碰到他选择性的认为说，你只要有政治献金给民进党，我就把你列为所谓的这个支持独派、支持这个台湾独立的这个民进党哦。那所以这对企业界来说确实非常非常的为难。这些台商其实自己心中很清楚，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嘛。我们说利率低的地方的钱会往利率高的地方走啊，然后生产要素贵的地方会往生产要素便宜的地方走啊。生产要素的移动本来就牵动的商人的这个呢利润的计算嘛。我相信呢，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台商呢响应政府的归于返乡或是新南向政策？中国本身的经济生产跟投资的环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而这样变化呢，已经影响到了商人呢在全球化之下的这个正常的合理的
生产投资的配置跟布局。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之前出席演讲时说，英特尔的执行长基辛格很难在5年内把英特尔拉回过去的盛况。至于未来10年最大的对手，张忠谋就点名三星是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要不然我们可以谈一下台湾的半导体的发展。出席司法院趋势讲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场外没有多谈，但是演讲时却火力全开，先是回呛 Intel 执行长基辛格 ，Intel 5年内无法回到过去的盛况，而至于未来最大的敌人就是南韩的三星。三星有个优点就是它是 IDM 大厂，它本身上下游都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它本人做晶圆代工，它后面也有设备原料，所以这块它是比台湾强，因为它的这个系统整合比较强。第二个是因为三星本身是有点国家队政府的力量介入，它的资金、它的人才相对比较多一点。台积电是一个晶圆代工，所以它本身没有品牌，所以很多客户很放心的交给台积电。我们的技术比较强，我们的研发已经到3奈米，而且可以逐渐的快商品化。除了肯定对手，张忠谋也解析台湾半导体优势，包括完整的供应链，从上游设计联发科到中游矽晶圆气体供应商，下游则是封装测试日月光，还有源源不绝的优秀人才。新竹、台南、台中3个制造中心，并且靠着高铁串流人员调动。他也提到，富美社晶圆厂有土地、水电，但拉力却远比不过台湾人才管理。而三星集团同样也是透过大量优秀人才与经理人取胜。面对对手强势来袭，台湾未来又该如何因应？一般来说，半导体研发工程师跟作业工程师是1比30，就是说研发的只要1个，作业工要30个。那作业工程师其实这30个人其实技职教育就可以了，开始把技职教育恢复，然后开始做一些半导体学院，让我们人才也可以比较广一点。政府呢，当然必须要在这个5缺，包括土地啦、资金啦，甚至一些电力、水电的一些支持。那台积电就可以走得更远。虽然对手来势汹汹，不过全球对于半导体的需求只多不少。面对各国纷纷急起直追，台积电要维持领先地位，难度跟挑战只会越来越高。欢迎新闻，蔡宇智、杨芷玉台北报道。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我是何荣，每周3、周6晚间9点，我在寰宇全世界2.0全新出发，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请锁定寰宇新闻台。